哎呦，又见面了！正在看这部视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现在我的人是位于 KLCC 的 Convention Center 出席一场媒体预览会。预览什么呢？没错，就是我身后这辆 Chery Omoda E5， 也就是纯电版本的 Chery Omoda。到底这个纯电版本的 Chery Omoda 跟汽油版本的 Chery Omoda 5有些什么不同之处？今天就让我分享，让你们知道。在没有开始今天视频之前，希望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当然也别忘了多多支持我的 Facebook page 啊，在这边也先谢谢你们支持。OK 了，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OK，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 Chery Omoda E5， 可以看到它的外形基本上是跟电油版本的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就是它少了那个密集恐惧症的中网，取而代之它采用了个密封式的 bumper 设计。本来在中间呢，它是一个雾莹的饰条，这一次它也换了不同的东西，它的 design 换成了一个镀铬的饰条，上面是有这个 Chery 的字样，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更加的顺眼。在 lower grille 那边呢，也换了不同的 design， 可以看到这个 E5 它的 lower grille 它采用了好像牙齿式的 design。这个 lower grille design 我个人觉得看起来有点不太好看呐，就感觉上好像要把人吃掉的感觉。观众朋友，你们觉得这个 lower grille 的造型如何呢？大灯的布局也跟电油版本的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采用了上面 daylight， 左右是大灯的布局。至于充电孔，可以看到是在 Chery 字样下面的。当你要开启这个充电孔的时候，你们要通过这个中间的 screen 把它开启。充电孔位置在中间，我觉得也是蛮方便的啦。像是之前我带过小姐姐去体验这个电车啊，她体验这个快充的时候，她的反馈是讲这个 cable 很重，然后要把那个 cable 从那个充电桩拉到旁边，需要一定的力气啦。因此啊，把充电孔做在中间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设计，可以让那些力气不大的女生容易进行这个快充的这个动作。来到侧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moda E5 它是采用了一个封闭式的铝圈，因为这种封闭式的铝圈，它的设计的初衷是在于减少风阻系数。这边呢是采用了一个大面积的铝块，所以它是5片的铝块。它的轮胎呢是采用了 Kumho 的轮胎，轮胎的尺寸是215/55R18的轮胎。Omoda E5 呢，它的定位就是一辆 SUV 的车子嘛，所以可以看到它在侧面有很多的大面积的防刮材质饰板，当然也少不了在Side Mirror下面也是有360的环境显示的 camera。至于这辆 Omoda E5 它的避震，前轮是采用了 McPherson， 后轮是采用了 Twist Link 还是 Double Link 啊？总之就是一个没有看过的那个后避震系统啦。还是观众朋友，你们知道这个避震系统叫什么名字？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让我知道。在画面上可以看到了，它的后避震系统是蛮粗蛮大条一家啦，蛮粗蛮大条。OK， 来到车尾啊，这个 Chery Omoda E5 它的车尾造型设计跟汽油版本的没有什么差别，它保留了非常好看的贯穿式 LED 尾灯之外，它最大的区别在于就是它下面是没有 exhaust 的，可以看到 bumper 呢本来有2个夹钩的排气孔，它也没有了，取而代之是大面积的 plastic 的 bumper。打开这个尾盖啊，它依然还是有这个 Power Tailgate 的功能。然后尾箱容量，目测大概可以放2个到3个大型行李箱，应该是没有问题。打开这个背板，没错，这是一辆电车，它是没有 spare tire 的，取而代之的是给了一个非常像灭火器的舞台机啊。OK， 打开这个引擎盖，可以看到左右是有2只油压顶杆的。现在很多日本车企都还没有办法给到这样子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Chery做得不错。前面是有很大的 cover 把这个东西 cover 住了，因为这辆车它是没有 engine 的。在这边呢，它是有一个蛮小个的一个置物空间，你买一些可能西瓜啊、菜啊，你不想放在后尾的话，你可以放在这边。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辆 Chery Omoda E5 它的内饰。首先我们先从后尾开始看起啦。首先在门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呢是大面积的软皮革，中间呢是有一个仿木纹的饰板，再来就是它有镀铬饰条，整个你看起来就是非常精致 luxury 的感觉。当然不止这样，这边大面积的软皮革，还有真的车缝线，哇，整个的质感氛围感我觉得非常的满意。然后可以看到这边还有 ambient light。我相信啊，这个就是中国车它给到的一个体验啊。所有你看得到的东西，你摸得到的东西，你所可以体验到的东西，它都会给你非常的有质感，让你觉得这辆车买回家真的是值得票价的那种体验。
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后座的椅背是很有层次感的，你摸下去它是有层次分明的感觉。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椅子这边呢，它是有打孔的，因为这辆车呢，它是有后座通风功能，因此啊，你们在一些短裙的小姐姐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她们就被烫屁股了。所以这辆车它的 target market 很简单，就是20到30岁的年轻人买这辆车。然后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2个充电孔，一个是 USB-A 的充电孔，一个是 Type-C 的充电孔。它的冷气也是有后座冷气出风口，调的这个 fin 啊，它也是采用了这个金属的质感，哇，真的是把 luxury 的氛围感拉满给你。看到上面这边呢，它也是有仿一些金属的纹啊，但是摸起来是这个啦。至于椅背拉下来呢，它也是有一个 armrest， 中间是有2个置杯架，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功能啊。所以来到前面的内饰，看到这个仪表台有没有很熟悉的感觉？像不像 Tiggo 8 Pro 的仪表台？可以看到上面是大面积的软皮革，中间有仿木纹的饰板，但是这个饰板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就是指纹收集器，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指纹。再来，中间这边呢也是一个软皮革。然后可以看到，它在这边呢有一个氛围灯，哇，真的是吸引年轻人的一个功能啊！上面呢也是有氛围灯，整个看起来真的是氛围感十足。可以看到中间的 console 啊，跟其他的车企一样，都很利用空间。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让你放 bag， 因此你的 bag 不会有无处安放的问题，只要把这个 bag 放在这边就 OK 了。然后观众朋友，你没有发现到中间的 console 跟汽油版本是完全不同的，它的铺陈是非常干净整洁 ，button 很少的。中间可以看到啊，还有一个很大面积的，好像 carbon fiber 的饰板在这边，然后上面呢是有一些 button， 像是 Aircon 的 control 啊，前面大镜的加热啊，这些都是在这边，就不像之前的 Omoda 5一样是把这个东西摆这边。再来是可以看到上面啊是有一个很大的悬浮式的主机。我没记错的话呢，之前的尺寸是24.3寸，但是它是由2个屏幕组合而成。至于这辆车，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就是它具备了 Apple CarPlay 跟 Android Auto 这一项功能。有这个功能真的是 OK 啊，可以符合很多人现在所使用的场景。左边这边呢，它是有 Power Seat 的功能，有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棒啦。要做微调也非常简单。它的椅子也跟汽油版本的 Omoda 5一样，都是采用了这种跑车椅的 design。它的头靠没有得调整，这一点比较可惜啦。对于一些可能比较娇小的女生，这个头靠没调整，就变成她们的头可能 maybe 会顶到这边，就没有这么舒服。至于为什么这辆车会吸引到小姐姐，这个东西一定会很受她们欢迎。看遮阳板这边拉下来，哎呦，可以看到它这边是有美颜化妆灯。现在有什么车是有这样子的东西的？没有，是不是？它是有2档，一个是偏黄灯，一个是偏白灯，所以看你们喜欢冷白色还是暖白色。这个东西我相信绝对会吸引到小姐姐。至于来到右手边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 meter， 它的解析度我觉得是非常清晰一下，不会有那种一粒一粒那种颗粒感的感觉，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好。在这个 meter 旁边呢，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啊，之前是在这个 Tiggo 8 Pro 有的。这4个按钮是什么功能？这4个按钮呢，就是可以调整你的 meter 的亮度，显示这些亮度，它都可以在这边调整。它是有实体按钮可以调整的，音量调节也是可以在这边调节，所以它是有做4个按钮在这边。这样子的东西缺点是什么？就是手指纹比较多。然后看下来啊，这边呢就是它的触控面板。这边呢是有一些音量控制啊，然后 voice control 这些，然后按下去的质感，我觉得它是有反馈感的，但是按下去的时候，你就感觉上好像是整片按下去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实体按钮一粒一粒按下去的感觉。至于它的 steering 也是可以调整前后下跟上4个部位的调节。然后整体坐下来前面来讲的话呢，它的椅子坐起来也是非常的有层次感的，然后椅垫坐下去是有支撑性的，但是它的泡棉设定我觉得是比较偏硬了一点。4张椅子都有通风功能，这一点来讲的话，我相信在马来西亚天气对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棒一下啦。好，观众朋友，对于这辆 Chery Omoda E5， 你们觉得如何呢？但是今天只是一个媒体预览会，对于这辆车它的售价，还有几时在马来西亚推出，官方也没有给一个实际的答案。我相信啊，应该会很快在明年看到这辆车在马来西亚推出啦。
因此啊，到时候我也会跟 Chery Showroom 借来这辆车来试驾体验看看 Chery 电车的魅力，到底 Chery 电车驾起来感觉如何？所有观众朋友，如果我们对于这个 Chery Omoda E5 有兴趣的话，想要了解更多这辆车的内容，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才不错过关于这个 Chery Omoda E5 更多的内容啦。好，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